江倩是二房的嫡长女，大伯虽然是东平伯，但这个爵位不能世袭。大伯和堂弟都是资质平庸之人，等大伯一死，大房也就没落了。他父亲是进士出身，正儿八经的四品京官，大哥是天生读书的好苗子，母亲管理东平伯府的庶务。他天资聪慧，相貌出众，江倩自己认为她是几个姐妹中最出挑的，也最得祖母喜欢。她的婚事也好，她嫁的是长兴侯世子，成亲数年，哪次她回娘家，伯府上下谁不热烈欢迎？然而不过短短数月，这一切都没了。母亲被祖母收了管家权，又被父亲厌弃，现在还被禁足。大哥明明有解元之才，运气着实不好。科考的时候分到了1%的臭号，炎炎夏日，臭气熏天。大哥坚持2天晕倒被抬了出来，自然榜上无名。而他江倩先前因为邪祟附体的事被祖母嫌弃，后又因为长兴侯世子虐杀女子的事狼狈回了娘家，变成伯府上下眼里的晦气人，只能待在小小四方天地里，不准出来。现在伯府已无他的容身之处，萧婆子的女儿是母亲的大丫鬟，因为一个意外被祖母赐死，母亲见死不救，萧婆子恨上了母亲，报复在她身上。现在她要被送到庄子上去，等待她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绝望，除非大哥高中接她回府，不然以她的状态也熬不了多久。然而江倩到死都想不到，她落得如此下场，以及二房日后的没落都是罪有应得。江倩明明知道曹兴玉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，还助纣为虐。曹兴玉娶江倩那天，看到豆蔻年华的江四就起了心思，他发誓早晚有一天要将这个丫头弄到手。这份心思他并没有瞒着江倩，并且强烈要求妻子帮他实现这个愿望。相比而言，剧版的江倩虽然可恶，但也可怜。她常常被曹兴玉打得半死，还为江四求过情，结果差点被曹兴玉用滚烫的水壶烫死。原著中的江倩继承江二老爷和萧氏的自私自利、冷血无情。别说曹兴玉经常家暴她，就算曹兴玉没有逼迫她，她也会想办法让江四倒霉。她自视甚高，根本容不下比她还貌美的江四。一前一世，冯老夫人做了一个怪梦，梦到一对锦鸡忽然向她扑来，她慌忙躲避，可还是被一只锦鸡抓瞎了眼睛。冯老夫人右眼真的疼起来，请了神婆做法，神婆做了一场法事，最后矛头居然指向了江战。冯老夫人本来就不待见大房众人，这下更加厌恶了，导致江战淹死了。冯老夫人都抹掉一滴泪。江四纵火一事，通过蛛丝马迹发现这件事与二房有关，而江战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们。应该说大房从上到下都没得罪过二房众人，只是因为江安城承袭了伯府的爵位。上一世江四与江倩交好，被江倩忽悠到长兴侯府，一进屋，等在那里的长兴侯世子就像饿狼扑向猎物一样扑向江四。江四拼命哭喊挣扎都没有用，好不容易挣脱开要逃走，结果被江倩拦住去路。要不是当时江四是新寡，又拼命的反抗，曹兴玉怕得罪安国公府，又怕江四死在长兴侯府给他带来麻烦，江四估计就不能全身而退，但他还是被曹兴玉猥亵了。这份恐惧和屈辱挥之不去，困扰江四两世，直到曹兴玉伏法才解脱。江倩能帮助丈夫糟蹋自己堂妹，对于别的女子更没同情心。曹兴玉3年内杀死10几个长得与江四有几分相似的女孩，没被别人发现，少不了江倩的功劳。然而坏事做多了总会有报应，江四重生后，第一个收拾的就是曹兴玉。有先知的这个外挂，加上玉锦和二牛的帮忙，江四顺利将曹兴玉的罪行公布于众。曹兴玉被判真是成真青天，判斩立决。随后江倩与曹兴玉一决，回了娘家。曹兴玉事情暴露前不久，江倩极力邀请几个妹妹去长兴侯府小住，江四和江俏住一晚就走了。5小姐江丽和6小姐江佩住了好些日子，外面人在猜测他们被曹兴玉占了便宜。先前的邪祟附体本就使冯老夫人对江倩不满，加上她让2个妹妹的名声有了瑕疵，现在又狼狈回家。冯老夫人对曾经最喜欢的这个孙女厌恶到了极点，她让江倩好好待在自己房子里，没事不要再出来晃悠。江倩恨得要命，却无可奈何，形势比人强。在江家二房倒霉的时候，江家大房却好运连连。皇帝赏了江四一顶玉如意，江战一套文房4宝。不久之后，江战去了专司皇城安危的金吾卫当差，从一个没有前程的废物变成吃皇家饭的精英。江四更夸张，
先是收到了来自宫中赏梅宴选妃宴请帖，然后被又选为燕王妃。江家大房一下子成了冯老夫人眼中的香饽饽。在江四春风得意时，江倩只能待小小的四方天地里，心里的不甘、嫉妒、怨恨几乎使她发狂。萧婆子稍加挑唆，江倩就想毁了江四，于是江倩动手了，当然没得逞。她的行为都在江四的预料中，江四就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将她赶出东平伯府。江四已经是准王妃，要是她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江家根本没法向皇上交代。冯老夫人怒不可遏，她最注重家族利益，好不容易有机会和皇帝成了亲家，差点让倒霉的二丫头给破坏了。不用江四说什么，冯老夫人当时就说江倩得了失心疯，吩咐心腹嬷嬷给她送药，明天一早送去庄子上养病。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。随着江四嫁给燕王之后，燕王又成了皇太子，江苍奔赴战场建功立业，眼睛江家大房节节高升，江家二房却屡屡受挫。为此江二老爷憋闷了很久，明明他比大哥更聪明更有本事，他儿子也比侄子更优秀，就因为大哥生了个好女儿就把他比了下去。可这个最有出息的侄女却从不跟他们二房人亲近，甚至还有点敌对，这让江二老爷有苦难言。江四不鸟二叔是有原因的，剧版美化了所有人，江苍几乎没出现过，因为他是就江四而死，原著可没这么童话。上一世江二老爷为了得到爵位，丝毫不顾念手足之情，他任由妻女算计大房，江家大房渐渐没落。江二老爷还亲自下场做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直接导致江安城被夺爵，而他则成了东平伯。江家大房三个子女没有一个活过20岁。江苍承袭爵位后，把江安城赶出东平伯府，失去孩子的江安城早没了活下去的意志，被赶出伯府不过2天就去世了。好不容易江苍才重拾信心，努力读书，终于这次春闱榜上有名。当捷报传来，东平伯府一派欢腾，冯老夫人撒了大把喜钱出去，江二老爷更是走路发飘。可这高兴的劲还没过就出事了。江苍赴琼林宴回来的路上，居然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腿，才出炉的新科进士成了残废，从此与仕途无缘。江二老爷的心情一下子从云端跌落到地底，看着长子再次消沉堕落，江二老爷难受不已。不过他并没有死心，长子就算不能再入朝为官，但一身学识还在，将来好好教导孙儿，二房未必不能崛起。他必须要给长子谋一门好亲事，但这个前提是长子有爵位可袭。江二老爷并不担心，四侄女马上就是皇后了，按惯例也该恩封后族了，难道大哥一个人占着2个爵位不成？一道圣旨使江二老爷的幻想破灭了，因东平伯江安城有爵位在身，不再令封承恩伯，升其为东平侯。听到这个旨意，江二老爷久久不动，被人轻轻一推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江二老爷中风了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在官场上，而金水河则多一个腿脚不便的浪荡子。萧氏似乎对大房的丧事情有独钟，每每未卜先知般急于布置灵堂。尽管江四竭力保护哥哥江战，他还是不幸卷入了与长公主之女崔明月的纷争。这一次江战被有人设计，落入崔明月与一群纨绔子弟的画舫，饱受羞辱后被抛入河中，生死未卜。江四坚信未现尸体便不言放弃，而萧氏又故技重施，急于筹备丧事。然而萧氏再次失望，江战获救归来，伤愈后重返东平伯府。怀化大将军卢楚楚之女与江战不打不相识，后更成为他的救命恩人。因此卢楚楚受邀入住江家，却遭到萧氏与下人的联手排挤，流言四起，暗指老夫人冯氏与蛐蛐等人关系暧昧不明。未曾想冯氏一听闻卢楚楚之父乃威名赫赫、战功累累的怀化大将军，眼中立刻闪烁起贪婪之光。萧氏的诽谤与阴谋刚露头角便被狠狠打压，瞬间如沙堡般崩塌。萧氏恼羞成怒，企图玷污江氏的名誉，结果反遭劫持，自食恶果。虽被完好无损地送回，江安谋仍对他心生嫌恶。萧氏种种自毁长城之举，最终都反噬其身，连冯氏都对他这位儿媳感到不幸，认为他是个不祥之人。萧氏百般阻挠甄家对江氏的求婚，虽未让江四成为甄衡之妻，却促成了他与燕王玉锦及于妻的皇家联姻。
萧氏对姜嗣即将成为燕王妃的消息咬牙切齿，得知荣阳长公主之女崔明月也有此意后，竟与荣阳长公主狼狈为奸。然而萧氏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阴谋败露后，荣阳长公主弃他如敝屣，东平伯府将他囚禁于家庙，为取其性命以算仁慈。但对萧氏而言，活着或许比死更残忍，他一生算计，最终却一无所有，还得目睹最讨厌之人幸福一生。自身失败已足够痛苦，而对手的成功更是心如刀绞。活着却要承受一生的痛苦，这便是萧氏应有的报应。